生命科学结构与过程，5年级2。人类的感觉器官。眼睛。眼睛是视觉的感觉器官。颅骨中有2个包含眼球的洞，可帮助保护眼睛免受伤害。眼睛的圆形部分称为虹膜，虹膜中间的孔称为瞳孔。光线通过瞳孔进入眼睛，并到达眼睛后部的视网膜，称为视神经的感觉神经将眼睛连接到大脑。眼睑和睫毛使眼睛远离灰尘。耳朵。耳朵分为3个部分：外耳、中耳和内耳。外耳捕捉并向内耳发送声音。中耳可以帮助您保持平衡。鼻子。鼻子会过滤进入呼吸系统的空气，它还可以过滤掉灰尘颗粒。我们打喷嚏以吐出较大的灰尘颗粒，或者定期吹出异物以保持鼻孔清洁。洗完澡后，记得要清理鼻孔。舌头。舌头可以帮助您进食并感觉。微小的凸起覆盖舌头表面，凸起的内部都是味蕾。味蕾帮助我们了解食物的味道，品尝甜、咸、酸、苦。皮肤。皮肤有助于感觉到热、冷、疼痛、压力和触感。毛孔是皮肤上的微小开口，使废物像汗水一样从体内排出。我们应该定期用肥皂和水清洗皮肤。系统与系统模型。感觉器官的系统模型。我们体内最复杂的感觉系统是什么呢？我想是视觉系统。耳朵的哪一部分控制着我们的平衡呢？中耳。舌头的哪一部分感觉甜度呢？舌尖。我们皮肤的哪一部分排汗呢？是毛孔。动物的感觉。听觉。听力对于许多动物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。猎物会利用良好的听觉来逃避掠食动物。掠食动物会利用听觉帮助它们找到猎物。所有动物的听觉都是通过耳朵来完成的。当事物发出声音时，例如兔子在草地上嚼东西，当声音到达狼等其他动物时，它们的耳朵会听见那些声波。如果是狼听到兔子在草地上咀嚼，它可能决定朝着声音的方向移动以找到晚餐。视觉。对许多动物来说，视觉是另一种非常有用的感觉。眼睛放在动物身上并不是偶然，而是有充分的理由的。猎物眼睛通常在头的2侧，因此它们可以随时看到自己周围的一切，以防掠食动物。掠食动物的眼睛通常在脸部的正面，让它们在狩猎时保持洞察力。味觉。味觉是鲜为人知的感觉，但与其他所有感觉一样重要。舌头可以检测温度、质地和味道。当味毛与食物接触时，它们会向大脑发送有关味道的信号。嗅觉。嗅觉在许多方面对动物至关重要，从寻找食物、寻找伴侣、
划清疆域边界等等。触觉对于动物而言，在周围环境中移动时，触觉对它们很重要。猫有胡须，它们可用于在狭小的空间中导航。如果胡须没有碰到任何东西，那只猫就会知道它可以穿过。猴子等灵长类动物利用触摸作为社交纽带，这些社会纽带对于该集团的生存至关重要。吸血蝙蝠会互相梳理并形成纽带。如果一只蝙蝠无法在一夜之间得到食物，它可以去找和它建立友谊的蝙蝠们，它们会反刍血液到它嘴里。系统与系统模型，动物感觉的系统模型。掠食动物与猎物如何相互感知呢？它们互相听见。猎物的眼睛长在哪里呢？它们是在头上的两侧。掠食动物的眼睛长在哪里呢？它们是在头上的前端。动物的舌头能感觉到什么呢？它感觉到温度、质地和味道。狗如何寻找食物和伴侣呢？它们用闻的。猴子和吸血蝙蝠如何建立友谊呢？它们彼此触摸。